印象里一直以为李沁是婉约古典大美人，清冷高傲大师姐，结果看了花少气，只想赶紧养一只李沁做女儿，吃饭香香的，睡觉乖乖的，说话软软的。都谁要干饭？我胆子还大大的，没事，等一下，简直太可爱了。而且她在花少里的表现超级令人惊喜，踏实可靠又细腻温柔，简直堪称是完美人类。以前一直从戏里了解李沁，好像从来没有了解过生活中的李沁。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完美人类李沁的养成史。说起李沁身上这股沉稳劲儿，就不得不提她从小学习昆曲的经历。小时候反正比较就假小子的那种性格，比较火爆，疯疯癫癫。不知道怎么学完昆曲，我就发现我变了，就稳当了。李沁出生于昆曲发源地江苏昆山。2001年的一天，11岁的小李沁放学后风风火火地跑回家，跟妈妈说她要参加学校新开办的戏曲班学习昆曲。自此，李沁的每个双休日、寒暑假都交给了戏曲班，兢兢业业练习着基本功。凭借着天赋和后天的努力，她13岁时便在经典昆剧曲目《牡丹亭》中饰演杜丽娘，并获得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金花奖。此后学习昆曲的路也是相当顺利，14岁考上上海戏剧学院的附属戏曲学校学习专业的昆曲表演，并被当时的上海昆剧团团长选中，成为该团第5代杜丽娘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当演员，李沁很可能成为昆曲的一代宗师。可命运的剧本在他18岁时改写。2008年，新《红楼梦》剧组跑遍了各大戏曲学院挑选演员，李少红一眼便看中了李沁。多年学习昆曲的经历赋予了李沁一种温婉端庄的气度，是李少红心中完美的薛宝钗人选。可学校哪里肯放人？因为他们实在是舍不得，就这么一个20年出这么一个闺门蛋就不借。最后还是靠说服了李沁的家人，才成功请到他。再去到他的老家到昆山做家长的工作，获得了全镇全村人民的支持。进组后，他邂逅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荧幕角色薛宝钗。周姐姐，快过来坐。你只把陆玉的玉字改错辣字就是了。在拍摄的2年时间里，他在剧组学习古琴和古典礼仪，还每天坚持晨练2小时，为塑造好角色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而薛宝钗这个人物身上的沉稳和周到，也必定或多或少影响到了李沁本人的性格。几日未得过去，老太太姨娘可好？可惜巨大的心血没有换来预想中的成功。新《红楼梦》播出后口碑崩盘，李沁饰演的薛宝钗虽然收到的负面评价较少，可也并没有带来演艺事业的大红大紫，甚至很快就在瞬息万变的娱乐圈里没了声影。当初孤注一掷的选择演戏这条路，离开学校放弃昆曲的李沁心中一直有一个背叛师门的心结，很多年后依旧心怀愧疚。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我比较内心的这个结吧，可能很对不起他，因为我们的主教老师对我们真的是付出很多心血的那种。然而即使出道多年后一直不温不火，他却从来没有后悔和埋怨过自己当初的选择，始终不急不躁，在各种剧里摸爬滚打磨练演技。人生的每一步都没有白走的，其实你的每一个角色，你的每一次努力，它都是会留下印记的。1-2年可能是看不出来什么结果的，只有长期的持之以恒去坚持，可能才会慢慢的彰显出它的效果嘛。你既然选择了去拍戏，那你就坚定的往下走。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或许多年学习戏曲给他带来的不只是沉稳端庄的气质，还有骨子里的这种韧性。自己选的路，那就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到底，时间和努力会证明一切。在各种都市言情剧里磨练多年后，李沁终于在2017年，也就是新红楼开播的7年后，迎来了他的实力转型之作《白鹿原》。他饰演的是剧中的关键人物田小娥。你是读书人，你告诉我，他们为啥那么恨我？田小娥是《白鹿原》中最具张力的女性角色，她妩媚风情，敢于反抗命运，却一生悲苦，成了封建礼教制度下的牺牲品。这个角色与李沁的差距非常大，与她以往的荧幕形象也大相径庭。参与拍摄的其他演员都是老戏骨，表演难度可想而知。当时年仅25岁的李沁在接到剧组邀约后，纠结犹豫了很长时间，才决定出演。思考了很久，一直想这个事情，觉得有的时候你还是要遵从最内心的想法以及感受。
你想要的是什么，你想作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。在历时8个月的拍摄期间，李沁全身心沉浸于角色，因为那个人物离我很远，你不能一直让他跳出来跳进去，你就尽量刻意的都会让他在那个状态里面。最终努力没有白费，电视剧《白鹿原》收获了极高的口碑和收视，成为了2017年豆瓣评分最高的电视剧。李沁的表演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。2018年，她还凭借该剧入围了第24届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。此后的李沁像是开了挂，陆续有了多部出圈的作品。2017年，《楚乔传》中的元纯公主，美强惨的人设加上李沁精准的演绎，角色话题度甚至一度超越女主角，也终于为李沁带来了超高流量。我会把你的头颅扔在烟寻的身上，然后让他祭拜你。2018年，《如懿传》中的容妃也相当惊艳。就算要被困在这里一辈子，也得看看关着自己的笼子是什么样子。2019年是李沁的事业爆发期，《庆余年》一经播出便迎来了现象级爆火，李沁扮演的鸡腿姑娘林婉儿也受到了极大关注。应该不是。你别说，这个人设放到现在看，和李沁本人还挺接近的呢。你们都不吃吗？是我最能吃啊！除了电视剧，同年他还带来了2部电影作品，在《诛仙》中饰演第一美女陆雪琪，太美了。尤其在另一位女主角碧瑶这个不明所以的造型的衬托之下，更显得清丽脱俗了。电影口碑不高，但观众对李沁的美貌认可度极高。是师傅的，是小珠峰的。还有一部《中国机长》中的乘务员周雅文。报告乘务长，我在位。这里顺带说一句，李沁一直很受主旋律作品的喜爱，出道之初就在《艰难伟业》和《中国1921》中饰演杨开慧。这可能也是因为他本人身上自带的这种古典气质很符合主流审美吧。近几年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作品应该是2022年的《人生之路》，他在片中饰演命运多舛的刘巧珍。自己的路得自己走，走了才有自己的路。他对这个角色同样倾注了大量情感，他对黄土地的那种爱和那种爱的深沉，这样子一份情感是非常打动我的。可惜播出效果不佳，期待姐姐后续能够有更多的好作品。李沁的演艺之路从万众期待到无人知晓，无论是身处低谷还是顶峰，她始终不骄不躁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着，通过认真地塑造一个又一个的角色，慢慢积累口碑，最终赢得了满堂喝彩。一切都是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。正如她所说的，人生的路没有一步是白走的，每一次的努力都会留下印记。当你认真对待每一个选择，做好当下每一件该做的事，时间自会给你答案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这里是安琪来了，喜欢的话请订阅我们哦，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播报娱乐人物、娱乐事件解析。下期大家想看谁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哦，我们下期见。